我觉得我那一餐饭呢，就是这样子聊天的方式，我学了很多我完全不懂的领域。虽然大家都是摄影，不过民生是拍记者的多，我是拍旅游的比较多，所以我完全不懂这种新闻记者背后的任何一个故事。所以那一天呢，我根本不需要去参加什么 talk 啊，还是什么，我只是那一餐饭罢了。所以那一餐饭我坚持要请。这个是可能我自己的执着，当然马来西亚也有相当多的用手机拍照拍得很好的，只不过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就是因为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讲是记录历史啊，那个数码是很粗很难看的，对。然后我们很希望哇，什么时候能够拍得很滑？现在照片很滑啊，对啊，很好啊。然后现在的人就跟你说没有 feel， 要拍个影片不好，很正常啊。是，好像那个有一套戏我很喜欢的一套戏，那个 Studio 24拍的一套戏叫做 Civil War，Civil War， 没有看那个。那个你没有看，那个你一定要看，因为你是新闻记者，是一个很前卫的。因为我那个必须要静下来。那套戏我看了很多遍。OK， 我先破梗一点呐，为什么我这样喜欢这套戏？OK， 它这套戏虽然是一个虚幻，不过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虚幻，就是美国内乱哦，就是两党内战，对，就是两党内战哦。OK，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故事啦，我们先讲它里面的新闻记者。所以里面有2个新闻记者咯，一个呢就是像你这样子的，就是很有那个 PTSD 的，就是有那个 PTSD 创伤，还有创伤后遗症的，就是那个 Spider-Man 1的那个女朋友啊，忘记她叫什么名。所以他是一个很权威的记者，然后也有 PTSD， 然后已经是拍到麻木了，已经拍到很麻木了。然后过后他是用好像是 Sony 的，他是用 Sony 的那种很专业的机。结果有一个很崇拜他的一个小妹妹，刚刚好像20岁而已，然后就一直要跟着他去拍这个要做战地记者。你懂他用什么吗？他用飞人，对 F1 yes。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当一个东西科技去到一个很先进的时候呢，然后又回归，会复古的，好像 fashion 这样。fashion 你看有一阵子的时候，那个 K-pop 啊，K-pop 是我们整个世界流行的那个尖端来。你看有一阵子他们全部复古，他们全部都是要玩这种复古，然后包括现在 Marvel 出来的那个电影，刚刚出了那个 trailer， 就是那个Fantastic Four， 它是高科技的，不过它是复古高科技。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trend 来，它是一个循环。好像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婆婆年代是听那个 vinyl， 那个唱碟，所以我们就提升到变 cassette、CD， 然后现在全部都在听。有一阵子是 MP3， 然后大家现在都没有了 stream。有一帮年轻人，真的是年轻人呢，就是2000后出生的，他们玩什么？他们玩 film， 他们玩那个不是卡带也是有。那个唱碟，那个那个黑胶，反正是年轻人去玩这些东西，就很，我不知道怎么讲，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那天才看到这个情形，卡带，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听的那种歌曲的卡带，一卷卖200块马币。对，我几多丢完了，几值钱你知道吗？要不然一卷200。对呀，没有，因为很难保存，它会发霉啊，这样子。凯君，你在 MCO 的时候是怎样度过的？我看你每天在家里自拍那些。MCO 其实基本上就一直在卖照片哦。我觉得你把那些照片变成，我觉得你没有虚度了。我觉得你一直在还真值啊，一直在学嘛。还 OK 啦，我现在学习也不难嘛，又开一开哦。只是一直面对四面墙很闷啊，很闷啊。然后有买 VR 来玩这样，然后一直跟朋友 streaming， 然后 live 直播，做过一场直播啊，做直播做过一场就不要再做，很累啊，不要做直播唱歌啊什么啊这样子。我当时候因为我是摄影记者嘛，我们可以出来，所以当时候其实我是当救火员。有些朋友也试过，有些亲人进医院了，然后他们拿不到东西过去，然后我去一个人的家，因为你有那个permit，对，然后或者是那时候我的单曼里面买不到鸡蛋，买不到牛奶，然后我需要，那时候不能够跨区吧，就10多公里，然后我是哪里都能去的，我去卡江买鸡蛋，然后去哪里买面包。难怪民生没有事，他是用他的新闻记者，没有，难怪他那段时间没有事，因为其实讲真的啦，我那段时间呐最辛苦的时候，不是因为找不到钱，或者是没有工作什么。我觉得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没有被需要啊，就是那个存在的意义突然间好像 gone 了。因为我本身是有表演的，做表演的，然后我本身有拍照，我本身很喜欢旅行，有带一些团这样子。结果在 MCO 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我这些行业是停到完，是直接停到完的，影响就突然间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有存在没有存在也没有用，也好像
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直播一下给我们让你还在啦。对啦，就是这样子哦。然后我觉得我羡慕你嘞，因为你有被需要，你知道吗？你可以哇，人家需要你去帮你这种有那种存在的意义感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真的看回当时的照片，虽然说幸运和不幸运的，我们遇到了世纪最大的灾难，对吧？对。但是比起我的其他同事，好像我看到最漂亮的，其实真的是在葡萄牙，我们一个同事他拍的那些，你从照片里面能感受得到那个痛苦。因为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对老夫妇透过那个透明的那个隔离玻璃纸，两个人很痛苦的在贴着脸在哭。那一张照片很强很强。这种东西，我们这边。不要讲，我们连去拍回教徒的葬礼，他们都给他们寄得远远都不行。对，所以很多时候，马来西亚，我其实当时我说过很多，马来西亚很多马来人摄影记者，他们当时很努力，骑着电单车到处去拍照，拍得很好的照片。而很多华人摄影记者就躲在家里，懒惰。就说实话是蛮可悲的。蛮可悲的哇！如果我有那个主真可以出来的话，我一定是拍没有人的 KL。应该早点好像学我 MCO 的时候也是到处乱走，我不是用摄影记者证，我没有嘛，我用 Grab。我有 Grab 哦，我2个都没有，我早就申请 Grab，但是没有，这个时候就刚好又派上用场了，我2个都没有哦，所以我就还可以到处乱走，到处乱拍就要看情况拍毕竟还是不允许啊，没有一个 Grab driver 去拍照了，但是还是有拍到一些就是变成生活就没有那么闷，买鸡蛋啊买菜那些啊也是有，然后遇到一些做熟食的朋友，他们要怎样推销他们的食品上去网上，然后我就拍照啊，你不想用相机的我就帮你拍，请我吃几餐饭就可以了，就这样多一点。我记得那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间体重暴涨，好像从80去到接近90，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把食物寄给我，因为每个人要我拍食物。然后那一段时间，我突然间在家有那种在家有 set up 那种，我有记得，对我突然间记得这个事情，我有记得我家里已经有一个 permanent 的 studio， 就是专门拍食物的，那灯光已经摆好了，然后那些就是说你有存在价值啊，是有的。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所有东西都吃不完，什么食物都有，真的。只是你比较被动，人家寄给你我是主动去找，没有，我都是人家凯俊。你等下来拿，我寄了2个蛋糕给你。然后他们没有叫我拍的，他说我寄给你罢了，然后你顺便拍一下啦，这样子。然后哇，然后又有那个面啊，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有朋友刚刚开了一个那个板面米板面的那个他刚刚创了品牌，所以他就寄给我很多包，我有很多箱，然后我食物多到我要送给朋友，就是一直问，你肚子饿吗？然后寄给你吃这样。对，我突然间想到这个东西。OK， 来，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讲回照片。其实水底摄影，我觉得对于99.8%的人9.8%，对，都很陌生。因为 OK 有2个摄影我不拍了 ，Micro 水底我想拍，但是我拍不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高空摄影，就是那种跳伞摄影。那种不能，那个很 extreme 吧？对，那种哇，那个真的是，真的是。首先你要会跳伞，对，一样啊。你看水底摄影，你要会潜水，潜水，对，所以不一样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器材，对。器材很贵，器材很贵，对，器材很贵。机身本身以外，还有那个水底，而且不只是它的器材贵，就是好像基本上的那器材都是那个相机本身的1倍的价钱，对就是说比相机更贵，对。比如说，如果我有一样东西很好奇的是，比如说他不可能用 daily zoom lens 了，没有，就是 prime lens 吧，就是基本上是广角跟 macro 啦，我们在里面下面拍。因为什么 zoom 不太适合用呢？因为水底是很暗的，很暗，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打光。如果你的那个 zoom range 是超过50的话啦，50是不是不可以拍的话，除非那个海水很清。因为很多时候水里面都有很多那种 particles，越健康的海域呢，它里面的那种 plankton 那微生物越多嘛，所以你灯一打下去啊，全部都是一粒密麻麻，所以不太适合啦。所以我们会比较喜欢拍广角，或者是你最讨厌的 macro， 海底加 macro， 就是两个你不喜欢拍的，就是你下水之前，我们很喜欢拍的，我们喜欢拍 macro 的，对，因为你可以很靠近那个 subject， 而且海底的 macro 呢是好像外星世界一样。其实现在已经好很多，因为你想想以前拍底片的时候，一卷36张
算了，对，一定要上来换。你顶多给你带2套下去，对吗？对72张。所以现在呢，很多人潜水，你们看到潜水员他们都是放一个那个气瓶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我太太2个呢，去有2个气瓶。为什么呢？就为了要拍更久，因为我们可以在下面很久嘛。好像这 Sony 的那个 camera， 它的那 battery 也很耐嘛。然后过后它现在拍照又可以拍很多张，所以我们在下面越久越好。反而是到最后不是那个气用完上来，是因为太冷。因为在水里面呢，我们没有什么动，我们拍微生物啊，拍那种macro 啦，拍 macro 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动啊。然后过后的时候哇就会很冷，因为那个体温一直流失。对，你就讲到 macro 水底的 macro， 那你快门多少呢？水底的 macro 其实快门不用太高了，反正我们的那个 aperture 会放到很高，就是比如说用 macro lens 的话呢，我们会放到20以上，然后用灯打，用灯打，然后过后呢，快门的话就不一定要很快了。如果没有打灯的情况，就比如说最近你们赢奖那张照片，那个是一般水底的，那个他太太拍的，那时候太太拍，那种是那个是完全自然光，那个完全自然光，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很靠近水面嘛，它基本上是在半水面，所以阳光是够的，所以那个呢我们就基本上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用灯，没有必要用灯。然后也要看情况咯，如果你讲快门的话，要看我们是拍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拍那种 dolphin，拍那种 dolphin 啊，金鱼啊，或者是拍这个我们好像那张照片是全部都是 free diver， 就是自由潜水员，他们的动作会很快，因为有2个是这样很快速的游下去，基本上速度是有一点像大鱼这样啦。所以呢，我们的快门当然是要差不多至少200哦，至少200。然后200或以上了，才可以拍到 sharp 一点的照片，这样子哦。这样子。然后要看情况咯。通常鱼的话，我们快门会比较快一点。macro 呢，基本上不用，因为 macro 它的动作都很慢，而且很小所以我们就看咯。那你是怎么进入水底摄影这个领域呢？首先我很喜欢拍照，然后主很喜欢潜水。我们2个都很喜欢潜水，我们是一起。我还以为你因为你老婆很喜欢潜水，你为了追她，没有还好，因为我们在一起是因为唱歌，我们一起住唱民歌餐厅，然后过后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潜水，就差不多接近20年前，然后刚认识不久，那时身边很少人潜水，然后那种潜水店也很少。然后我们差不多接近20年前的时候就考了潜水，然后拍，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的那个海底摄影相机是菲林的。就是那种拍一次就丢了，哇，那照片我还收着，简直就是艺术品啊！不是防水相机吗？它是防水相机 ，Kodak 出的。它有个 plastic casing， 对，它一个 plastic casing， 到处有卖的。你去那种海岛啊，它都有卖那种的。然后它也有 flash， 潜不了了，不用装 battery 了，因为它里面已经有 battery 了，就是拍了36张就完了，然后丢了。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就用来拍，哇，那照片简直就是艺术品，很艺术就是我不懂在拍什么了，拍海星，然后看起来不像海星，哇，那个是我第一次海底拍，然后过后我是这样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少人潜水，我们身边很少人潜水，然后我本身呢其实在 land 已经开始有拍一点照片，我是用那种。他们叫 prosumer 吧，就是那种 semi， 就是不是很专业的相机，不过又是有那种专业的 setting 了，就有拍。然后海底呢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很贵，然后而且很少人用。然后我是觉得，海底这样很少人可以去到海底嘛。然后我觉得海底是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我很想把那海底的那个美是吗？就是让身边的人更多人知道。为什么要知道呢？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了，你才会保护海洋嘛。因为海洋就是我们的世界的那个命根，对，如果你破坏海洋，我们基本上整个地球就毁灭了。所以为了要怎样去保护一样东西，你一定要先了解它，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美，你要知道我们每天用的 plastic 还是什么那种 micro plastic 会怎样 impact 到那个海底地球，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然后过后呢才可以去保护它嘛。这样子所以我没有这样伟大啦，我只不过是要记录那个海底的这些生物这些奇特的那种品种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来给我们看一看海底的你的发现。OK， 先讲这张咯。所以这张呢，我是在 Raja Ampat 拍的。Raja Ampat 是4环岛，就是印尼靠近那个巴布亚纽几内那一带，然后很远呐，从马来西亚飞去的话，差不多要1天。然后这个地方呢，你跟那种资深的潜水员一说 Raja Ampat 呢，他们都会觉得哇，那个是
殿堂级的一个潜水的地方。我去了过后，我真的是觉得那边是殿堂级的。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是以全世界比吗？全世界真的是全世界。你问每一个潜水员，他们都那个是他们的殿堂的一个潜水地方。然后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它拉加巴呢是世界最后的乐园。世界最后一个乐园，真的很漂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叫做最后一个乐园？它那边呢，基本上有一点像亚马逊。亚马逊呢，它虽然不是世界最古老的那个森林，不过它那边绝对是世界最多那个 diverse 最多元的那个品种的一个森林。所以那边 Raja Ampat 也是，它是世界品种最多的一个那个海域，而且它那边的海域很健康。住在那边的人呢，不像我们这边的那个什波那这样很多已经有一点被污染了。然后那边呢，很多都是那种巴布亚人，就是那种土著黑人，然后他们那边都过着很原始的生活，以海为生。然后他以海为生，虽然圣波纳是以海为生，不过它跟我们的城市太过有那个太靠近了，所以他们虽然过着有一点原始生活，不过他们用的是 plastic， 用的是现代人的那些污染的东西，所以那边的污染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不过拉加邦呢这边呢，它真的是很自然，你所有东西没有被破坏，你可以看到原本海洋应该要有的样子，你都在那边发现到。然后我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呢？这张照片是我自从潜水之后啦，我就一定要拍到的一张照片。这个是我们这边都有的沼泽地、红树林。所以我们这边有红树林嘛？我们在瓜拉省拉沃有看到吗？然后我们在槟城啊、巴生也是有嘛，对不对？不过问题是很多红树林的地方呢，都是沼泽地、烂泥，不可能可以爬到这样。你要下去呢？你是说这个地方是沼泽地？它不是沼泽地，它是红树林。红树林，它没有沼泽，不过它是红树林，它很健康。这个红树林这么深？没有很浅嘛？这个基本上只是差不多这样子而已，差不多两三米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浅的地方，沼泽地。然后这边有鳄鱼的，所以我们拍的时候要小心鳄鱼。然后这个沼泽地不是沼泽地啊，红树林呢，要拍到这样清的，基本上很少地方有。所以我有拍过2次，一个地就是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墨西哥的一个他们叫嘎萨的意思是家里的意思，嘎萨的一个 cenote， 就是它是一个红树林，不过它的水跟这个一样清，而且那边是淡水，这边是咸水。所以这个我要拍呢，是因为很难得找到这么干净的红树林去拍，因为它这些珊瑚是吗？它全部都是长在那个红树林的根那边，所以红树林呢，它是不需要泥土的，它是直接可以在水上的，它的根是在水里面浮住的，对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在泥土里面的啦。对，不过它的泥土是沼泽嘛，所以基本上它也不需要泥土，它也可以 survive。它是在水，它主要是因为水，所以这个呢，它下面呢就有一个很健康的那个 ecosystem。然后它的鱼呢就在那个珊瑚那边围绕，然后有很多珊瑚，很多很漂亮的珊瑚，全部都是生长在那个树根上面的。这个东西很少可以看到。然后我去那边，我就是跟那边的那个前导讲说，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拍，然后刚好要找到一个角度呢，就是可以拍到阳光，然后那个逆光，然后那个阳光呢就渗透那个这个部分，这个海藻这里是这是打灯的，这个是珊瑚，对，打灯一定要打灯，因为我们背光嘛，所以就必须要打灯上去。所以光呢，其实在对海底摄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打灯呢？是另外有人跟你拿着吗？还是你自己？没有，还是另外一个2粒这样子。我们有一个那种 arm， 像那种 arm 出来。那个也不长啊。那个的话，我们可以去到蛮远的啦。我们可以去到蛮远也顶多也就是1个米咯啊，差不多1个手的距离咯，也不是说你能够你去那边给我打亮，好像林师傅了，你给我打亮这棵树，可以，就是要找人去需要找人，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好像比如说，它可以整个拆出来，对，然后过后呢，我就把它放在一些地方啊，不过那个就比较多功了，你可以 set 灯，水底的性啊，对，水底的性，因为它的那个性呢，基本上它有一个 sensor 的，它有一个那种 flash sensor， 所以你这边如果闪一下，它那边一起闪，而且海底呢，它很容易闪照，因为海底的灯一闪，它那个光会 reflect 到，所以你可以去 trigger 它了，你不需要用任何一个 wireless 的东西。不会有其他人在拍照，你再跟着 trigger？会啊，所以其他人拍他也跟着闪了，所以很好啊。OK， set 好了过后大家都可以用，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那个灯啊。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灯都是会放在这样子打，好像这张呢，其实基本上我靠近嘛，所以我只需要把那个灯调那个 angle，
这样子爬上去，所以这个也是超广角，我看也是超广角，对，也是超广角。那时候是哪一台？Sony 的。这个时候也是 Sony，Sony 那个时候我好像只是用是 A7 R2了。你不说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一方面尝试的话，就觉得没什么，其实。感觉上没有什么，因为我不知道那颗是这么珍贵的一颗珊瑚。它不是珍贵，只是它那珊瑚本身不会太珍贵，只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少见，这个环境啊，这种这样健康的环境就真的是不是少见啊，根本这边没有吧？就像外国人来到马来西亚，哎，怎么没有蓝天呢？对啊，就是这样子，也不是说没有。只是可能这个地方很难看，我们云太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这个频道的这个原因之一。对，你要把那个照片，的确看起来很美，照片很美，但是要深入一点去探讨，原来这么多学问的。对。啊，不要讲打灯那些，可能打灯那些摄影人比较注重。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潜水，潜水你一定要潜到好像你开车这样，就是你不用去想，对，因为潜水有考过潜水证的人呢，他们都懂。你如果刚刚新手的话呢，你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人哦，你先不要讲那种危险性，还是那些技巧啦，很简单。我们人呢是行走是独立的，对不对？我们只是向前、向后、左右，没有上下的嘛。对，我们上下是要走楼梯或者是搭电梯嘛，对不对？鸟又不同哦，对不对？鸟它是 3D 的，它是 3D 行走的。我们人呢是习惯了2D 的，所以人当你把它放在一个 3D 的，有点像2维跟3维这样啊。我们走路是2维嘛，然后过后当你去到一个 3D 的行动的方向的时候，很多人会乱，很多人会我又要上下，然后你上下你又要靠技巧去上下，所以多了一样东西，很多人会乱。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对于摄影来讲，你要海底摄影的话呢，首先你先不要讲摄影，你先把你的潜水潜好先。你比如说你要会拍照，你要学会先走路，你一定要会走嘛，你一定要走，你要爬上爬下，其实走来走去。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拍照了，其实不要讲说海底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陌生就是所以是好像专业的摄影，你知道你要拍什么，OK， 你拍出来，你特地会去找，你不知道那样东西，你怎么会去找呢？那在普通的摄影师，比如说他拍到一些很神奇的东西，他也不会去研究，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只是很美啊，那个画面很美啊。比如说一个阿伯在主观上面，你可能不会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既然你去拍了他，除了那个画面以外，你应该去了解，这个阿伯其实有一段故事的，你跟他闲聊一下，就多一点认识了。对，可能那碗面他是自己做的还是什么？对，让那个构图很美的那个照片呢，多了一些更珍贵的故事意义在后面。现在世界上大家都那种快餐文化所以你看短视频都那多少秒？对。所以从中呢就让更多人了解到，海洋的那个保护海洋有多么重要，对不对？或者是那个食品浪费食物是多么的一件可惜的事情。对，你讲好对，就是很多人现在是快餐嘛，然后我很多时候好像还是我们太过了阿伯，我不知道嘞，我觉得很多人好像比如说打卡文化，好像很多人去到他有机会去到那种好像很历史悠久的那种，好像马丘比丘之类的那些地方，他们在那边打卡，问他什么不懂，这个因为有那个草泥马咯，有那个墙壁咯，问他这个历史什么不懂，他只是觉得美，我来过耶，是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不过也不能怪啦，因为有些人就是纯粹喜欢这样子这个是他们没有对与错啦。如果你做多一点的话会更好了。不过如果你懂的话，它的意义会价值会高一点的。对，价值会高一点。对的。现在这张照片马上升值了，没有故事在后面了。我再挑一张给你选。你挑。那照片太多风要怎样选选照片是一个学问。我只是选一些照片是比较有好像上过，好像刚才那张呢，其实有上过 BBC 这张啦，这张 OK， 这张最够力的啦。OK， 这张我也不知道怎讲，讲到麻木了是吧？这张我先讲。你先讲。我先讲。我曾经有过几秒钟想到这张照片是我很 critical 的时候，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呼吸不到，所以我的画面里面是很多画面出来了，很多画面出来，因为我喜欢摄影，当然我会想到我的家人我一大堆的。这张照片出来的时候，他是鼓励我呼吸，
在海底里，他 free diving 嘛，对不对？对，一口气，没有那个，但他能够扶我，为什么不能扶？有的确有那0点几秒了，大概是，我就拼命的呼吸，真的，我临时关头我想到你老婆，你不要介意啊。OK， 可以救到李玉斌的话，真的，绝对不是造假，真的有这样子，很好。来，你说一说这张照片。OK， 这张照片呢是OK， 这张照片也是很特别。讲到又是 MCO 的时候，讲到 MCO 我也没有很惨哦，我觉得。那里有惨 OK， 还谁去？为什么会拍到这张照片呢？因为在 MCO 的时候，就是 MCO 刚刚开放不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 travel， 然后我就飞去沙巴，然后我沙巴有很多朋友，然后其中一个我很好的兄弟，他在那边开了一间，他在那边还没有开 resort， 不过他在那边是做那种 pharmacy 的，然后什么，然后他开始有那种船啊什么，然后过后他就用他自己的船载我们去西巴丹潜水。然后为什么可以拍到这张照片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你想象一下西巴丹呢是每一天都限制只有120人可以进去，然后很多外国人来到都进不到，因为那个 permit 已经排了几个礼拜。那个船呢是满满的，围绕着整个全部去那边潜水，那潜水员的船全部排到满满的。所以 MCO 去的时候呢，就只有我们2辆船。就只是我们 private 好像我们两艘船呢就包了整个西巴丹西巴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最火的啊，一天120人，对，一天120人，不过那天完全没有人，因为还没有开放嘛，所以呢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可以拍 free diving，因为平时 free diving 呢 ，even 现在啦，西巴丹已经不可以给你自由潜，因为很危险，一方面很危险，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下去的时候呢，哇，这个比较 technical， 所以我要讲长一点。就是如果你潜水的话啦，你是用那种水肺潜啊，就是有那个气瓶的，你一直会有呼气嘛，所以呢，那个船夫是看那个气的，所以船夫他开船的时候啊，为了不要撞到你们，所以他会看到这边有 bubble， 所以他就会闪的那种比较有良知的那些船夫，他就会闪开咯。然后 free diving 呢是一口气下，一口气上。是没有在下面呼气的，没有 bubble 的，完全好像鱼一样的，一点 bubble 都没有，所以很危险哦。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你船是看不到你的，所以基本上那边 ban 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怕危险，而且很多人，尤其是外国游客，尤其是中国的游客，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他们很喜欢，他们要自由潜，然后穿比基尼啊，脚长长啊，然后脚蹼啊去拍这照片，然后现在已经 ban 了，这样子哦，这个是其中一点。第二点呢？因为很多人喜欢下去看鱼嘛，那鱼就一大群那种风暴啊，我们叫 Barracuda 风暴啊，这个是 Jackfish 哦 ，Jackfish 风暴，我们那边西巴丹是出了名的，全世界那种一大群鱼，好像龙卷风这样。然后呢 ，free diver 呢是要下去拍照的话呢，他们一定是好像这样子咯，从下面穿过咯，一穿过了过那鱼就闪开嘛，像那些下面潜水的人看什么，鱼一直被他们赶走，所以被 ban 了。OK， 这是两大原因，那边被 ban 哦。所以呢，这张照片也变成了历史哦。就没有人拍没有人拍，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自由的拍，因为只有2艘船呢，我们都是自由人。那个时候还没有 ban 的，那时没有 ban， 那时还没有 ban， 很少人拍。鱼应该也饿了很久。对啊，鱼也是饿了很久，对，鱼很久没有看到人来了，所以那边很多鱼，这样子。所以这张照片呢，我试了差不多，我是用水肺了，我是用那个 diving equipment 下去下面。然后跟我几个朋友在下面，然后猪呢就是我老婆，我太太，她是潜水教练，然后也是自由潜教练，所以她就一直上下20多次拍，一直拍，有时候我不懂，我不知道你们吧，我是这样子的，我拍照呢，我每次都会拍，不错，然后拍到差不多20次的时候呢，你拍到一张，你就觉得是这张了，就是这张了，这张。够力了啊！我不知道啊，我会有一种，我每次拍照都会这样，好像我可以整个 trip 呢一张这样的照片都没有。好，你刚才说20次嘛，20次，我所看到就是这个构图了。对。那其他的20次，它构图是大概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鱼，因为这个鱼的那个动向你不能控制，对，不能控制的。水流那些东西都控制不了，控制不到的。然后刚好这个和你的那个。对，刚好这个就是哇，是我要的那个什么东西构图审美。那构图不是有一个黄金构图啊？就是那个蜗牛的壳啊，它不是肉的，它是那个叫什么蜗牛，那这样转的那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好像这样子 shell 啊，那个
蜗牛壳的这样子，所以这张是完全符合的嘛，完全符合的。你看到吗？它这样子转，然后那中心点在哪里？就在这边。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张照片一出就可以烧很多奖，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而且一方面是，就算我自己本身也不可能拍到第二张这样子的照片，所以这张照片只有一次机会。而且你们拍的时候也就只有拍一张吧，一张2张吧。我拍很多张。能连续拍多少张呢？连续 OK， 他每下一次我至少我就一直拍，拍到那个极黑。你也没有人叫猪猪走游过一点？没有。所以其实拍这种照片呢，其实默契很重要。对，摄影师跟那个 subject 啦，要有这样子那个 subject 要有这样子啦，不一定是老婆啦，总之那个我觉得默契很重要，默契。对方也需要有一定的审美感。对，而且重点是他是摄影师，对，他也是刚刚拿奖那 Sony 的那个奖。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要等你老婆来，我们interview她了。可以，因为他拿的奖比我还大，现在 Sony 的奖，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摄影师，所以他知道我要什么，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沟通了。好像我有拍其他人，我拍其他人呢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他不懂我要什么，他不懂我要的构图在哪里，所以我必须要还没有下之前呢，要跟他解释。然后如果我拍的 subject 呢，他是一个很资深的潜水员或者是自由潜水员，那还好，因为我跟他讲，他就做得到给我。有一些是新人，有一些是新手，然后他又要拍很美的照片，他知道你要什么，他做不到。你的摄影机在这里，那个鱼在这里，他跟你游去那边，然后他说我不懂，我游那个方向游去那里，很多遇到很多这种人，所以这种就很难拍啊。对，就好像你用没有这样好的器材拍，不是拍不到，只是你要试很多次才可以拍得到这样一样的道理咯。这样子想到做不到啊，对，想到要做到做不到。对，其实摄影也是一样。其实这一张照片对我来讲，我就看这2个东西，光和shadow因为摄影是光的艺术嘛。对，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太过注重于在那个形式，就是他会想到我要穿怎么样漂亮的衣服，我要穿就那个形式，可是他没有去考虑整个东西怎么样 match 起来，然后真正去决定你的照片的那个震撼力，其实就是那个光线，或者是那个形状。如果那个鱼不是游到这个，我不懂叫什么了，刚才你说的那个蜗牛构图那个我不懂叫什么构图。那个如果不是那个构图的话，它就已经破坏了，就没有那个美感。你的人的视线不能够去集中。对，它还是美了。我有拍到很多张，也是很漂亮，也是很美，只是它没有这张欠缺了一点点，这样重了。可能是其他人看的话，又未必是这张这样子未必。所以审美这种东西也是很难讲的，没有对跟错的。对。所以这张不错，来再来一个，来你先。